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龚俊对李沁似有深意，杰克同游多处微动作藏不住暧昧，网友这氛围太上头。在最新一期《我们民宿那点事儿花少加更篇》中，一条杰克微妙线成了节目播出后的热议焦点。有人说那是制作组的巧妙剪辑，也有人坚持那是眼神藏不住的小秘密。而这次被网友热议的主角，正是龚俊与李沁两个原本气质迥异的人，却因为一次旅行，在镜头下制造出一种连空气都变甜的氛围。娱乐圈里最打动人的从来不是对白，而是那些没台词的瞬间，眼神的流转，呼吸的节奏，微不可察的距离感，往往比剧本更有戏。而这趟杰克之行，让观众看见了一个若即若离的故事雏形不明说，却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一眼。节目中最先被网友截成名场面的是飞机上的那一幕，李沁担任导游，忙着记路线、翻地图，认真的像在准备一场考试。他的神情紧绷，额前随发随气流轻轻晃动。镜头轻扫过去时，龚俊正靠在座位上，侧头看着他，那种眼神不是夸张的热烈，而是一种悄悄欣赏的安静注视。网友们调侃说，龚俊那一眼像是看到了阳光落在心上，但也有理智派指出，他本来就是个有礼貌、会照顾人的性格，别多想。可问题是，这一幕太自然，太真实，不像刻意的综艺桥段，更像两个人之间的真实流动。李沁在紧张地翻笔记时，他顺手递了杯水，还轻声问他要不要我帮你查查地图。这一句并不起眼的小关心，却成了网友口中的心动起点。有人说，那一瞬间像是在看偶像剧现场版，这种感觉也许就是人们常说的气氛比情节更能说明问题。如果说飞机上的那幕是心动的种子，那车上的镜头就是暧昧的瞬间。在捷克街头，两人坐在敞篷车上，一前一后，李沁的发丝被风扬起，恰好拂到龚俊的脸侧。两人都戴着墨镜，但你能从嘴角的弧度和微微的转头里感受到一种轻微的慌乱，那是突如其来的距离消失带来的不知所措。这几秒的画面后来被网友反复截成 GIF 刷屏，氛围感爆棚，这是电影预告级别的浪漫。他们明明什么都没说，却让人心跳加速。双引号，有观众在弹幕写道，风是助攻，镜头是证人。还有人笑说，导演不用剪，他们自带氛围滤镜。双引号，在娱乐综艺这种半真半秀的语境中，能让人觉得自然且有化学反应的互动其实很难，因为演员太清楚镜头在哪儿，光线如何，观众会怎么看，他们往往会有防备。但那一幕里，他们都忘了表演，这才是最让人上头的地方。节目播到后半段，细节更能说明问题。龚俊一向以暖男体贴著称，对嘉宾一视同仁，举止得体。但在与李沁相处时，他的语气、动作、反应微妙的不同。例如，在餐厅点饮料时，他主动问你想喝什么，李沁轻声回随便。龚俊想了想，又追问那你平时喜欢气泡的还是果味的？李沁抿唇一笑，都可以。双引号，这一连串看似平常的互动，却被网友解析得入木三分。有人评论，他不是随口问，是在试探他的习惯。另一条热评则说，他那种迟疑的反应不是冷漠，而是小心翼翼。双引号，这正是两人气质的交集点。龚俊阳光有行动力，李沁温柔理性，懂得保持分寸。这样的组合容易产生一种克制的心动，不炽烈，却足以让人反复回味。有人说，
这一切只是节目组的精心剪辑，但在综艺制作层面上，这种若有若无的情绪呈现，恰恰是最高明的手法。镜头会特意留白，给观众想象空间，灯光打得柔，背景音乐带点暖调。制作团队当然懂得怎样放大那种朦胧的情绪，但如果两人本身没有火花，镜头再巧也拍不出那种自然的呼吸同步。所以，不论是制作安排还是情绪流动，都说明一个事实：龚俊与李沁的互动确实有一种特别的舒适度。这种微妙而不越界的气氛，既是综艺效果，也是人际之间真情感的流露。拉远来看，两人的公众形象也正好互补。龚俊给人印象是温暖大男孩，笑容阳光，举止得体，情绪稳定。他懂得在镜头前展示温度，不张扬但真诚。而李沁则是温婉理智型代表，气质清冷，情绪淡定，在复杂的娱乐圈中始终保持自我节奏。这样的两人碰撞在一起，就像冷月遇上晨光，一个慢热，一个温柔，一个靠行动表达，一个用微笑回应。两种气场交织出的是让人看着就顺眼的组合。不少网友在评论区写道：“这不是磕 CP， 是磕尊重，磕舒服。”还有人感慨，他们不需要剧本，也不需要滤镜，只要同框就有故事感。双引号。节目播出后，微博热搜很快出现了龚俊、李沁杰克同游氛围感、李沁发丝名场面等话题，阅读量破亿。评论区的两大阵营针锋相对，一边是课堂派，我宣布他们太般配了，这眼神藏不住，这对 CP 请原地官宣。另一边是理性派，别过度解读，节目效果罢了。两位都是有职业边界感的演员，请大家放过一人。双引号。这种讨论其实反映出当下观众观看综艺的心理转变，大家并非只看剧情，而是更关注真实的关系流。一旦出现自然的互动，观众就容易带入想象，这既是综艺的魅力，也是它的风险。磕 CP 本就是一种情绪投射，观众在他们的互动里看到的是自己理想化的浪漫投影，但理智的人也清楚，真实生活与镜头下的情感并不等价。对艺人而言，情绪被放大，反应被截取，这既可能带来流量红利，也可能成为舆论负担。尤其是像李沁这样的演员，他一直以低调专业著称，不太参与绯闻话题。而龚俊也深知人气与风评之间的平衡，不会轻易越线。因此，他们在节目中保持的那种近又不近的距离，反而成了最耐人寻味的部分。就像一首歌的留白，越是不说，越能引人想象。其实，观众喜欢的不只是他们的互动，更是那种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温度。节目之所以能引起共鸣，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普遍的情感命题：当两个人刚刚靠近时，那些小心翼翼、若有若无的瞬间，就是爱情最柔软的伏笔。龚俊的眼神，李沁的克制，风的方向，镜头的角度，这些拼在一起，构成了一段无声的旅行电影。它没有告白，没有戏剧冲突，却能让人记住，因为那份情绪是真实的。在当下的舆论环境里，观众的热情容易被算法放大，每一帧互动都能被解读成暗示，每一个眼神都可能被剪成情感线索。但也正因此，理性与善意显得格外重要。课堂没错，感受氛围也没错，但真正的喜欢是建立在尊重之上的。不论他们是不是有故事，都值得被温柔地看待。他们给观众带来的美好画面，本身就是一种情绪价值。结语：也许故事就藏在风里。有人说，爱情最动人的时刻是暧昧的边缘，既不是开始，也不是结束，而是那种不确定却让人期待的阶段。龚俊和李沁在这趟捷克的旅途中，或许只是两个同行的旅伴，
但镜头记录下的微表情、细节与默契，却足以让人久久回味。所以，问题留给你，你更相信哪个信号？眼神的温度，肢体的小动作，还是那句不经意的关心？或许他们只是朋友，但有时候友谊与爱意之间，只隔着一阵杰克的微风。